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徐州有条河，一边住着户陈姓人家，家中有钱，男主人名陈才，30来岁，妻子都没给他生个儿子出来，家里冷清得很。另一边住着一户潘姓人家，人丁兴旺，老两口生个儿子，儿子娶妻又生下2子，一门6口，只是家中穷得很，日子都快过不去了。儿子潘林见这样不是办法，跑去邻居家借了5两银子，在自家门口卖些杂货，也算一门营生。妻子尤氏则日夜纺织，想帮丈夫分担重担，虽然收入甚微，却也多少有些补贴。一天，潘林在门口守店，突然肚子疼得厉害，于是叫尤氏帮忙看着，自个去上茅厕。恰好河对岸陈才路过，一眼瞟见尤氏相貌，魂都被牵走了。虽做对岸邻居很久，可尤氏一直闭门之步，基本没见过。今天一见，生的是如花似玉。我见犹怜。陈才脚步一转，走到货物前，一边装模作样挑选货物，一边又把尤氏上下打量了清楚。当看到那一双3寸金莲，又添几分爱慕，他对尤氏说道：“小娘子，我要买几件货物。”尤氏不清楚价格，让他先坐会，等店主回来。陈才找了处坐下，想着自己空有万贯家财，却没个贴心人，如果妻子是他，该多好。又想到潘家这么穷，如果给些好处，想来也能如愿。就在他心心念念怎么将尤氏骗到手时，潘林上完茅房出来，见到陈才问：“贵人想买些什么？”陈才把店里东西买了大半，让潘林算下账。本来3两的东西，陈才给了4两，多出来1两做利是。潘林本不想收，可陈才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收，其他东西我可不要了。”无奈潘林只好收下，让尤氏泡了2盏茶来招待。陈才则趁机同潘林攀起了交情。陈才问道：“潘兄，你为人忠厚，怎么不去外边做些生意，守着这点货，能发什么财？”潘林无奈，饱肚不知饿肚鸡，说的该是这位仁兄了，回道：“没有本钱，怎么去做？”陈才怂恿道：“若是潘兄愿意，小弟出本钱，潘兄出人力，除去本钱利益均分，怎么样？”潘林大喜，谢道：“若能的陈兄相助，以后当牛做马报陈兄大恩。”陈才笑道：“这话严重了，今天先聊到这，明天我再来细细商谈。”等陈才走后，尤氏对丈夫说：“若是这个人出本钱，咱们可以试试。”潘林点头，他也是个忠厚之人，刚刚买的货本钱2两，卖他3两，结果给了我4两，他买这么多干什么用？尤氏不解，怎么有人钱这么乱花？他是个财主。潘林口中掩不住的羡慕，这4两对我们来说多，对他来说只当一个铜钱。尤氏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家里这么有钱。第2天，陈才下了个请帖，请潘林去喝酒。2人谈到合伙的事，陈才说道：“明天先给潘兄100两，你可以去瓜州买些棉花，等回来后，我同你去将棉花卖了。如今咱俩合伙，不用那么客套，就跟亲兄弟一样相处就行。”潘林端起酒杯，敬道：“往后依仗哥哥扶持了。”一顿酒吃的是酣畅淋漓，2人称兄道弟，好不热闹。次日，尤氏提议：“昨天陈家出了银子请了客，咱们今天也得回请一顿，不然会被别人说不懂礼数。”潘林听着有道理，于是又摆了一桌酒请陈才来家喝酒。陈才一来，潘家父子对他可谓是热情极了。陈才也痛快，掏出100两银子递给潘父道：“等令郎做熟了，咱们再加些本钱把生意做大，潘家就等着富贵吧。”这顿酒从中午吃到天黑，潘林早早睡了。
天一亮就告别父母亲，坐船一路到了瓜州采买棉花。潘林不在的时候，陈彩时常来潘家，每次来都送些东西，照顾潘家人。潘家上下对他是赞不绝口。过了3个月，潘林回家，将棉花卖了，除去本钱，赚了40两，一人分的20。潘家二老喜出望外，没想到钱这么好赚，以往累死累活才赚几个铜板，这出去一趟就赚了20啊。他们对潘林说道：该请人来家坐坐，好好招待。陈彩应邀来喝酒，半酣时说道：潘兄，这次我准备了200两，你再独自去一回，下回我同你一起去。潘林歇了几天，再度出发，不到2月就回来了，抛去本钱，每人分了40两。一个原本连锅都揭不开的穷人家，不到半年就赚了60两银子，一家子乐疯了。这次陈彩掏出500两，对潘林说道：这次我跟你一起去。两人同家里人告别，一起坐船往瓜州行去。行到西关渡口时，陈彩见此处是个深水区，僻静无人，心里思忖这里可以下手，于是对船家喊道：船家，你把酒暖一下，我要同兄弟喝酒。船家听了，将糕递到潘林手中，自个去到船尾小厨房那取火。陈彩走到船头，对潘林说：你去船中喝点热酒暖下身，我来称会。说完去取膏子。潘林松手之际，陈彩一推，人就跌入深水里面。潘林刚冒出头，陈彩一篙打了下去，叫船家来救人时，人已经淹死了。陈彩表现得悲痛不已，请人将尸首打捞起来，又花钱拜托捞尸人将尸体烧了，骨骸带了回来。下船回到潘家时，他见了潘父大哭起来，说潘林跌下船淹死了。潘林父母问人好端端的怎么就跌下船了呢？陈彩自有一番说辞，他道：西关渡那水深，潘兄撑船一个不察，就连人带篙下了水，水太急，人起不来，只能喊渔船救，可救一单个，将人救起来时已经没了气，船上不肯带棺，只能焚了带回。听陈彩说完，潘父潘母哭天喊地，我儿命苦啊！将潘林丧事办完，家中没了收入，一家5口吃老本1年，钱已经花得差不多。如今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就媳妇一人织布换钱远远不够，于是打算给媳妇招个丈夫入赘，帮忙照顾家里。陈彩听了，来到潘家劝道：招赘这事还得慎重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刚来时肯定是好的，时间久了露出原形，孙子被打骂不说，你2个老人家也肯定被嫌弃，到时引狼入室，想赶也赶不走，后悔都没用。照我看，守节为上策，如果日子难过，我这有10两银子，你们先用着，如果不够，我再送来。潘家闻言，自然感激不尽，将他夸得天上有地下无。过了半年，潘家钱又花完了，不好意思找陈家开口，又打算将媳妇出嫁，得些银子。陈彩见时机成熟，喊来媒婆，同他交代几句，让其到潘家说亲。媒婆进了潘家，问：听说大娘子要出嫁，是嫁给什么人家？潘父回道：不过温饱良善人家罢了。媒婆啊一声，道：可惜了。怎么说？潘父好奇问道。媒婆趁机说道：今天河对岸陈财住，让我帮他找个美貌二娘，想生个儿子。你家媳妇长得漂亮，也生了2个儿子，可是顶顶合适的人选。陈财住，你说的可是陈财？潘父站起身问：如果是的话，怎么不将我媳妇说给他？媒婆讪讪笑道：我怕大娘子不肯为妾，不敢说。潘父一拍大腿道：你不知道我家受了他多少好处，如果陈财柱愿意，我们肯定愿意的。媒婆喜道：那我去回陈财柱，这事就这么定下了。
等媒婆走后，尤氏对公婆说道：“宁为贫家妇，不为妇人妾。”公公怎么能答应？潘父劝道：“他的为人，你也清楚。况且咱们收了他10两银子，如果你嫁给别人，还得还他；若是嫁给他，钱不用，还能得些聘礼。况且我们2个老人家，没几年就去了。他出手是个大方的，将来还能照看2个孩子，替我们处理身后事，这是目前极好的安排了。”没多久，媒婆去而复返，捧了一盒子进来，恭喜道：“大娘子好福气，一说就成。陈财柱送聘礼30两，迎你明晚过门。”潘父潘母欢天喜地接了盒子，应下了。第二天，陈家轿子来了，尤氏拜别公婆，含泪与2个孩儿说了些话，上轿去了河对岸。陈家大娘子见尤氏长得那么标致，心生嫉妒，面上露出不快。陈彩视而不见，欢喜地迎着尤氏入了洞房。之前从未这么细细观察过，这一看，心眼含情，柳腰轻荡，当下猴急地行了夫妻之事，还非要尤氏说他比潘林好。自此，陈彩已忘了自个还有个大娘子，每日同尤氏朝欢暮乐，行鱼水之欢。大娘子气得生了重病，躺在床上，整日喝药也不见好。陈彩也没一丁点良心，大娘子都这样了，也没见她去瞧上一眼。尤氏嫁过来1年后，生了个儿子，大娘子见状更是受了刺激，直接一命呜呼。之后，陈彩就把尤氏扶做了正室，让一屋子婢女仆人称她为大娘子。又过1年，又生一子，这可把陈彩乐的，知道这个夫人好，这个夫人妙。这年尤氏已是30岁，想到潘父年过70旬，他对陈彩说道：“潘家公公，明天就是70岁了。当初我嫁你，多亏他做主，才有了我们今日。如今他无儿子膝下尽孝，实在太荒凉。我想拿2两银子去潘家，替他做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陈彩费了那么大功夫将潘家媳妇骗到手，还沾上人命。说句实话，内心一点也不想再和潘家有纠缠，可爱妻发话了，只得无奈取出2两银子说道：“你自个去吧，晚上要回来。”尤氏回潘家时，2个孩子见了娘，欢喜地迎了她进屋。潘家2老见了媳妇，老泪纵横道：“你走后，我俩茶饭不思，每一日都想你的好。2个孙子半大小子，吃喝用度大，一家4口有上顿没下顿，过得不知什么日子。陈家虽然有钱，可都不过我手。媳妇知道家里难处，有心却无力。”尤氏悄声说：“几天前，他亡妻房里有一口缸，放了许久，落的都是灰，活该我们造化。里边被我偶然发现藏了许多金银首饰，今天我都悄悄带来了，公婆以后不用发愁了。”说完，开了带来的箱子，里面物件估摸价值500两。潘父喜道：“媳妇还是你好，时时念着我们，不像其他没良心的，嫁出去就恩断义绝了，哪里还记得前夫的公婆？今天我同你婆婆见到你的孝心，这钱我们也不乱花。你大儿子今年14岁，小的也12了，我将这钱拿给他们做生意，再定2房孙媳妇，我这把老骨头就放心了。”尤氏知道公婆虽爱财，人却是好的，回道：“我知道公公生辰还早，只是心中挂念许久，一直找不到由头相见。我同他说你明天生日，拿了2两银子来替你贺寿。”潘父推拒：“我不好收他的。”“没事，这是我要送的，一片心意，收了吧。”尤氏将钱塞给公公后，又去到厨房给儿子同公婆做饭。潘父见了，叹道：“如今这么富贵了，媳妇还肯下厨，我家没福气留她啊。”做好饭后，尤氏请公婆上座，自己同2个孩子围着坐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时间过得很快，马上天黑，陈彩派人来接。尤氏对来人说：“
我明天再回。来人走了，没多大会，又派来几个人接。潘父见这情景，对媳妇说道：他家大业大，缺不了主母，媳妇你去罢。尤氏只得起身同人回去，两个儿子依依不舍跟着。见娘到了陈家，才抹泪离去。又过10年光景，潘父潘母双双去世，尤氏已到40岁。潘家生的2个儿子，大儿子潘怀娶妻，生了2个儿子；二儿子潘阳娶妻，生了1儿1女。陈彩长子18岁，娶妻，生了1个儿子。陈彩次子17岁，刚刚娶妻，见到儿孙，陈彩满足道：我不求金玉重重富，但愿儿孙个个贤。一个夏日午后，夫妻2人在水阁上铺床避暑，看到荷花池内鸳鸯交颈，恩爱无比。陈彩指着给尤氏看，调笑道：看，好像你跟我。尤氏笑道：我和你好好坐在这，哪像他们一般亲热。陈彩听完会意，不管青天白日，就抱着尤氏同那鸳鸯一般。等他们停下，外边已下起了大雨，鸳鸯都被打散了。等云收雨散，夫妻2人又看到荷花池内鸳鸯戏水。陈彩捂着腰笑道：我们如今不像他们了。尤氏一笑，捡起一颗小石头，把鸳鸯惊得各自飞开。陈彩道：娘子，棒打鸳鸯可惹得他们心伤了。尤氏娇嗔一眼：我不光打鸳鸯，我还见谁打谁。说完往池中一看，一只青蛙浮在水上。尤氏照着蛙头上砸了一下，谁知打得中了，蛙登时4脚朝天，白肚皮露在外面，死了。陈彩看到此情景，想起18年前打死潘林的模样，问尤氏道：如果我曾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会不会怨我？尤氏笑道：我同你18年夫妻，情投意合，从未红过脸，也没有过一句怨言。如今恨不得将你吃在肚子里，2人合作一人，哪里会怨？哪怕有天大的事，看在儿孙面上，也都算了。你怎么会这样问？陈彩见他这样说，心中满腔爱意，竟然将那事编成一首诗，提笔写道：当年一见貌如花，便预谋医到我家，即与潘生堂伴密，金银出入锦天花，双双共往瓜州去。刻刻上怀谋害他，西关渡口推下水，几棒当头尽丝蛙。尤氏只觉脑子嗡嗡作响，脸上却不显，问道：西关渡口是潘林死的地方，你就像我打死青蛙那样打死了他。陈彩笑道：可不是怎的，原来你用这法子杀了他，就为了娶我，没想到你这么爱我。尤氏把诗折好，放到袖子里，就往外边走。陈彩问：地上湿漉漉的，你去哪？小心别摔了。尤氏头也不回道：我为你准备了份惊喜，我现在去拿来给你看。陈彩虽想知道是什么，却还是说道：你慢点，等地上干了再去，别在湿地上走。尤氏充耳未闻，大步走出大门，喊道：陈彩谋我丈夫性命，娶我为妾，大家快来看看，潘家儿子快来。潘怀、潘阳听见母亲叫喊，拼命往这跑来，动静也引来周边百姓围了过来。尤氏见人围得多了，将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陈彩2个儿子、2房媳妇都扯着尤氏回家，陈彩也出来阻止。潘怀、潘阳见状，抓着陈彩便打了下去。尤氏喊道：我儿住手，这是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你们抓着他随我去州府告状。在众百姓帮助下，潘家几人将人带到了州府。尤氏将陈彩做的诗同18年前丈夫枉死之事向州官道来。州官大怒，将陈彩拿下。陈彩也不狡辩，一一招认。当即陈彩被重责30大板，立拟典刑。众人皆言，尤氏原在潘家受苦，整日纺织，到了陈家奴仆成群，富贵度日，先做妾后作正，已有18年，生子生孙感情深厚，如今竟把丈夫告上公堂，
尝前夫的命，真是惊掉眼球，不能以常人看之。过了1个月，陈彩明正典刑已定，他托人带话，请尤氏和2个儿子到狱中交代些话。尤氏不肯去，让2个儿子去了。陈彩让儿子转告尤氏，我如今已经要为潘林偿命，你对得起潘家子，对得起潘家2老，对得起所有人，为何不肯见我一面？我有后事想托付。尤氏还是坚决不去，说与陈彩恩断义绝，此生绝不相见。儿子无奈，只好原话带给父亲。陈彩听后大怒，我在狱中受尽苦楚，马上就要被处决，自问他到我家，从没受过委屈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却这样对我。你问问他，到底是潘家人，还是陈家人？儿子将父亲话传给母亲。尤氏回道，我在你父亲家医18年，锦衣玉食，受尽宠爱，可那是不知他心狠手辣，为了我竟然谋害人性命。如今已知道实情，那你父亲就是我的仇人。再没感情所讲，你父亲说富贵是他家的，那我会去潘家度过余生。你2人都是我骨血，不管我去了哪，血脉都无法割舍。如果你们恨我，就当我死了吧。2子跪倒在地，哭泣道，母亲为前夫报仇是大义，父亲对母亲情是真，罪也是真，我们知道，还请母亲念我兄弟年幼，需你照拂不要走。2个媳妇也在旁苦苦留人，可尤氏去意已决，请来陈彩亲族见证，将家业同自个首饰衣服都交了，孑然一身回到潘家，每日仍纺织过活，过着辛苦日子。人人都佩服他高义，潘林2子尽心照顾，做人同其父一样忠厚，时来运转，也成了大富之家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